你在我头上撒尿拉屎拉稀我都忍，但是你丫不能拉痢疾呀！这他妈传染！这个对驴大骂的男人叫马杰，是个不折不扣的驴脾气，但他再驴也驴不过真的驴。那么在面对这头和他拥有深仇大恨的驴时，他会怎么做呢？故事要从70年代讲起，那时全国各地都在响应下乡，无数的知青投身建设农村，马杰就是其中之一。满怀热忱来到大山，却被现实迎面重击，每天都要使出吃奶的劲儿干活，而活是永远干不完的。久而久之，马杰看开了。建设农村虽好，但和大姑娘谈恋爱更好。村里有个姑娘，她叫小芳，辫子黑又长。不过马杰忙于工作，根本没时间泡妞。于是这天他想到了个歪点子，假装在劳动时扭到胳膊，接着在卫生所看病时偷偷顺走了麻醉药，然后给黑六打了一针，便开始静候佳音了。黑六虽是头驴，但却是10里8村中最富有盛名的种驴，所以听闻他生病晕倒后，村里的饲养员如临大敌，公社女队长也不二大怒，请来兽医左瞧右看，也没查出黑六得了啥病。队长急了，动员大家想对策，而这时罪魁祸首马杰站了出来，他知道麻劲药劲一过，便来到黑六身旁演起了戏，假装自己能和驴说话，然后猛甩鞭子抽地，将黑六惊得站起。神了神了！村民都信以为真，认为马杰会说驴话。神了啊！我兄弟神了！队长也下令提拔他做饲养员。到此，马杰算是摆脱了苦差事，但他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，因为驴吃的比他好，顿顿加餐2鸡蛋，而自己只能啃窝窝头。于是深感不爽的马杰在这天偷了鸡蛋，拿着去讨小芳的欢心。到了晚上，钻进被窝，室友嘲笑马杰，说他是嫉妒黑六，坐拥后宫佳丽3000，也想如种驴一般，每天都能夜夜笙歌。马杰被说中了心事，驴脾气上来了，一脚把室友蹬到了地上。第二天一早，马杰刚进驴棚，便生出了一股无名火，想着自己也算是半个读书人，可如今却沦落到伺候畜生。最气人的是，这畜生不用干活，吃的比自己还好，还有小母驴供他欢心。于是马杰嫉妒成恨，擅自让黑六下地拉车，不料黑六娇生惯养惯了，干起活来是毛毛躁躁，把驴车和栅栏齐撞坏。队长急眼了，不仅严肃批评了马杰，还嘲讽道：就算是10个你绑一块，也没有黑六的贡献大。马杰心里自然是不服气，于是在这天趁着四下无人，拿起鞭子狠抽黑六，几鞭子下去，气儿是消了，可黑六却被抽出了毛病。啥毛病？再也当不了种驴了。根据化验结果，跟我的经验，他的能力已经彻底丧失。雄风南镇的黑六被队长的一句话赶进了农田，但是黑六不会干活，也打心里不愿干活。村民们也对此束手无策，还说宁愿用他地，也不愿用他。这个黑六不行，拉个磨都这么费劲，你还是跟我换他兄弟黑漆吧。就这样，昔日的生产一哥黑六褪下光环，成为了普通驴子，还被整日关在驴圈，无人问津。直到这天，老头找到了马杰，说想借黑六一用，驮自己进城赶集。马杰一口答应下来，老头开心的骑驴上路，可连村子都没出去，他就被黑六摔下了山坡，差点一命呜呼。而黑六没有就此停手，反而准备向马杰报仇。大家都说这驴成精了，不能留，要趁早杀，但队长却偏偏不听，还假模假式的安慰黑六。常言道，马屁难拍，驴和马也算是同种。于是乎，队长被一蹄子踹趴了。事后，队长为了巩固威严，提议要杀掉黑六，村民们也纷纷表示赞同。队长找到马杰，让他杀黑六，马杰不敢，队长就威胁他罢免饲养员的职务，还让他下地干活。马杰屈服了，找到屠夫学习杀驴。屠夫说，杀驴是门手艺，一定要小刀慢杀，留下他的一身驴血才好。可到了杀驴当天，马杰还是用大砍刀给了黑六一个痛快，而这一幕被黑七看在了眼里。至此，这一人一驴算是结下了血仇。马杰也知道黑六被杀是自己从中作梗的后果，所以他为了安抚他弟黑七，竟拿出了鸡蛋加餐。但黑七却很有骨气，瞅人的鸡蛋连瞅都不瞅。看着哥哥的驴皮被整日风干，黑七心里打定主意，为哥
了报仇。这天，他终于等来了时机，马杰正在井口打水，一旁的黑七却啃起了桩绳，绳子断开后，黑七使劲一拉，顿时桩倒崩塌，把马杰砸进了水井中。幸好动静太大，引来了村民，大伙齐心合力才将马杰救出。可马杰虽大难不死，却并无后福，队长罚他送粪1个月，以儆效尤。马杰不敢顶撞队长，就拿黑七撒气。他从火炭里取出土豆，把它塞进了黑七的嘴里，看在黑七被烫得苦不堪言才作罢。可黑七也不是个好惹的主，这天驮马杰送粪时，他便脚下腾挪，将马杰摔下了小溪，还把满满1桶的肥水尽数倒在了马杰的头上，真是要多恶心有多恶心。事后，马杰住了好几天的医院。等出院时，小芳骑着黑七来接马杰回村子。半路，马杰压抑不住内心的欲火，眼看四下无人，就将黑七拴在了树上，准备在驴车上一展雄风。小芳也是半推半就，迎合马杰偷食禁果。事后，两人累得筋疲力尽，躺在驴车上呼呼大睡，而黑七却打起了精神。他用嘴咬断了绳子，然后拉着驴车载着二人大摇大摆地回到了村子。村民们相继赶来围观，对着昏睡的二人指指点点。在那个民风淳朴的年代，两人的荒唐事无异于作奸犯科。小芳咧气地找来帮手，把马杰摁在地上就是一顿暴锤。马杰跪地磕头求饶，说自己会娶小芳为妻，可人家爹却根本看不上他，一个养驴的你也配？就这样，马杰身败名裂。这天晚上，他找到了黑七，双眼藏不住怨恨，语气道不尽愁苦。这一刻，他没把黑七当驴，而是当成了活生生的人。我知道你做这一切是为了你哥。在你哥这事儿之后，我本想息事宁人，可你却驴心狠毒，接连害我3次。更关键的是，你还毁了小芳。你不仁，那休怪我不义了。说着这话，马杰举刀就要杀驴，可偏偏队长却路过此地，不仅叫停了马杰的复仇行动，还罚他去当苦劳力。不过马杰不敢留黑七活路，生怕自己哪一天就葬身驴蹄，于是便趁着天没亮，将黑七卖给了一名屠夫，心想借刀杀人，死无对证。可黑七命不该绝，这天马杰正在粉刷石墙，此时的他掉在了半空中，而黑七就从远处向着这里狂奔，目标只护他安全的吊绳。这绳子要是一断，那马杰的小命也就完蛋了。还好马杰的大声呼救引来了几个村民，在他们的阻止下，黑七被一铁锹拍晕。当晚，马杰扛着大刀缓缓走入驴棚，他知道他和黑七只能活一个，而黑七对此也是心知肚明。于是黑七竟然猛地起身，一蹄子踹翻了油桶，把全身沾满汽油，随后疯狂地闯进火堆，宁愿成为驴肉火烧，也要拉着马杰一同赴死。马杰哪里见过这架势，不由得吓破了胆。通身是火的黑七在追逐马杰的途中，把周遭的粮场尽数引燃。而在一番大火过后，马杰还是逃出升天了。到了第二天一早，黑七被烧得只剩下一副骨架，却依旧昂首挺立在雪地之上。这头通人性的黑驴死得壮烈，死得精彩。他的死也感化了他的仇人。马杰第一次佩服起畜生，但凡万物生灵，皆要敬畏以待。事后马杰远走他乡，了无音信，影片也至此结束了。这部电影名叫《走着瞧》，剧情围绕一人一驴展开，用荒诞魔幻的情节影射了人性的缺陷。老弟强烈大家看看原片。